1982年冬，挪威科考团收到弟弟传来的微弱求救信号，于是派3个人去勘测具体位置。没想到位置找到了，冰层忽然塌陷，车子转眼掉进地底，卡在2堵冰墙之间。打开前车灯往下面看，却见深处停着辆外星飞碟。这项发现过于震撼人心，科考团需要外援，便联系远在美国的桑德博士。桑德没有足够把握，自己又找了个外援，是古生物学家凯特。不久后，他们坐飞机前往科考团营地，路上众人有说有笑，好似去一趟南极是旅游的，殊不知全是去送人头的。飞机顺利在营地降落，2人刚下地就被叫去勘测现场。原来是队长爱德华喊他们见见世面，于是2人看到了深埋10万年冰层底部的飞碟。队长解释了求救信号的事，表明可能有幸存者存在，有个外星怪物想从飞碟逃走，却被暴风雪冻住了。他们不知道怪物有啥特征，也不想着先进飞碟收集线索，而是动员全体把怪物挖出来再说。爱德华特意叮嘱手下把无线电都给关了，以免任何消息走漏，毕竟这项发现能让他们问鼎诺贝尔。在一切准备妥当后，挖掘工作顺利进行。他们不想破坏怪物的整体性，将它连同周围冰块一起挖了出来，看起来就像个冰棺。但由于体积太大，还要切成便于运输的重量，正当一群人围着冰棺计算切割尺寸，狂傲自负的桑德博士来了，硬要怪物一小块组织切片。凯特赶紧出声阻止，这里没有消毒措施，也没有任何的防护设备，更没搞清楚具体情况，如此贸然行动可能会带来不受控的后果。桑德一脸的不耐烦，让爱德华在冰棺上钻个小孔，转头和凯特私聊，要他掂量自己的身份，别在众人面前顶撞他。爱德华对桑德言听计从，凯特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只能配合工作。很快，一小块组织被钻头带出冰棺，眼看冰棺没出事，众人也从担忧变成狂喜。桑德随即对组织切片做了研究，认为组织细胞前所未见，将会给世界带来持续几千年的冲击。现在所有发现它的人会永载史册。这一通言论令人兴奋，营地当晚举办了庆祝派对，喝小酒，唱歌，玩得很嗨。岂不知在他们放松时，放在仓库的冰棺出了问题，雪橇犬最先感受到危险，可惜被关在狗棚出不来。一个小黑哥在厕所放完水，感觉仓库有异样，过去看发现冰棺化冻了，可是他还没观察明白，身后出现个队友，吓了他一跳。等捣乱队友离开，原本安静躺尸的外星怪物诈尸了，往上一窜，从天花板逃了出去。小黑哥连忙通知众人，原本还笑嘻嘻的人群顿时心慌了，聚在仓库面色凝重。爱德华简单的看了下现场，就让手下开始分头去找怪物，一人分个手电筒，连个强大火力都没准备，只让队友们小心行事。结果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，狗棚的雪橇犬不见了，地面全是新鲜血迹。有2人听到房底下有声音，小心翼翼过去瞅，就见那只怪物正躲里面呢。这可把2人激动了，危险意识都没了，竟然背对着怪物高声嚷嚷，接着就被怪物的肉藤捅穿身体，整个人还被拉进了怪物肚子里。另一个赶紧喊人过来集合，看到怪物吃人的场景，一群人七嘴八舌。我的老天爷，举枪的手微微颤抖，等了好久才扣下扳机，于是一顿子弹输出，怪物也痛得嗷嗷想跑，这可不能给他跑了，索性扔几桶汽油放火烧。可这火还没烧几秒，灭火器赶上来一顿喷，这完全是烧了个寂寞。虽然怪物暂时消停了，众人心里的恐慌仍在，再加上刚死了个队友，他们都不想工作了。桑德博士站出来发言，都收拾收拾心情吧，怪物尸体残骸还得检查呢。作为科学家，我们有义务研究它。这时不仅是凯特杠他了，挪威考察员也憋不住了，之前没研究透彻，你乱来怎么说？就是你小子毁了他。桑德一时无法反驳，有人起了退出的心思，决定明天坐飞机离开，还要把这里的事公之于众。但说归说，怪物尸体还是得解剖，这事儿由桑德亲自动手。在凯特的配合下，2人扒开了怪物的肚子，便见肚子里有个类似羊膜囊的玩意儿。剪开白膜一看，里面竟裹着刚死的那位兄弟，皮肤白润，眼睛透蓝，组织像是刚长出来一样。这没有引起桑德重视，
他推测白膜是怪物的消化道。之后，凯特在怪物肚子里发现个钛质加固板，死去的兄弟曾经做过接骨手术，按理来说加固板应该在兄弟的胳膊里，现在为何出来了呢？众人想不明白原因，但只有凯特追根究底，连夜用显微镜观察死者的组织切片，没想到真有意外发现。切片里有2种不同形状的细胞，其中一种和怪物细胞一模一样，它们都没有死。怪物细胞正吞噬死者细胞，并将自己伪装成死者细胞的形状，这种仿制太过不可思议。桑德的助理亲眼所见，却不敢相信，这让凯特也疑惑了。直到第2天，退出的人坐飞机出发，凯特在厕所地面看到沾血的牙齿填充物，发现淋浴池里有大量血迹，他才确定了自己的猜想，赶紧马不停蹄跑出去，在雪地里挥舞手臂，让升空的飞机降落。飞机驾驶员和他都是美国人，看着同乡的疯子行为，驾驶员犹豫再三，决定不走了。岂料他还没降落就出了事，一名乘客既然是伪装的怪物，直接在空中开始猎食，以至于飞机失去控制，打着旋坠毁在山脊后面。他们只有几辆勘测车，没有飞机，不可能过去救人。同时营地通讯损坏，暴风雪也即将来临，一时间人心惶惶，没了主意。倒是凯特还保持理智，他先去了卫生间，发现淋浴池血迹被清扫干净，内心悚然一惊，显然还有伪装的怪物隐藏在这里。那边爱德华刚下命令，打算先去另一个营地，凯特及时站出来反对，没人能离开这里。这话让其他人一脸懵，凯特便将自己的推测说了出来，怪物可以吞噬并伪装成人类，但它却无法吞噬无机物，比如第一个死者的加固板。现在卫生间出现了牙齿填充物，表明怪物又伪装了一个人。飞机上那只怪物已经坠毁，那只怪物自然没能回来，卫生间血迹只能是他的同类帮忙清洗的，而这位同类正躲在人群里，意图跟众人去另一个营地。爱德华并不相信他的话，执意让手下收拾包裹走人。只有同为女性的朱丽叶表现出担忧，她等众人离开会议室后，抓着凯特说悄悄话，表示坠机时看到一个从卫生间出来，手里还拿着打扫用的东西。凯特闻言猛猛上钩，决定拿走车钥匙，这样谁也走不了。朱丽叶知道钥匙存放的位置，她将凯特带到一个小屋，自己却在后面原形毕露，腹部变成长着利齿的大口，朝着凯特一顿猛扑。原来朱丽叶是怪物卧底，只可惜她身法不太行，被凯特跑了。在出门后还杀死了朱丽叶的爱人。当其他人闻声赶来，火焰枪也准备就位了。怪物整个身体被火焰燃烧，但他是个有智商的外星人，连忙冲进厨房给自己灭火。不过那点灭火效果不太行，加上火焰枪随后跟上，这第3只怪物被彻底烧死。之后为防尸变，科考团的人将死尸堆在外面，接着倒满汽油又烧了一遍。经此一事，他们终于相信凯特的话，怪物袭击猎物，再将其完美复制出来，而怪物的本体会藏在猎物体内，等时机成熟露出原形再度猎食。如此一来，其他人更想离开了，但眼下人群中可能还有怪物，若是让他跟着一起离开，他就会如同病毒传播出去，届时整个人类将会面临灭顶之灾。因此科考团只能就地解决麻烦。桑德想到了一个方法，给每个人抽取血样，再将其放在怪物的组织细胞旁，只要产生反应，就能证明那个人是人类。桑德和助理负责这件事，凯特负责弄坏所有车辆。在凯特返回房间途中，远处有2个黑影走过来，竟是坠毁飞机中的驾驶员。一般坠机的结局只有无人生还，更何况是冰天雪地中的坠机，所以爱德华认为2人都是怪物。凯特却不想轻易下结论，毕竟那2人是他的同乡，于是建议将他们关押看守，等桑德测试后再做打算。岂料他们刚将人锁好，实验室就发生火灾了，桑德的努力付之一炬。等人将火灭了，只见现场有个空油桶，说明有人故意纵火。嫌犯自然是桑德和他的助理，2人都表示很无辜。在众人为此吵架时，凯特说他还有办法，虽然没有验血那么科学，好歹能用一下，那就是观察人的口腔，看看是否有牙齿填充物，这东西是怪物无法复制的无机物。助理一听，不行啊，我牙齿长得齐，没补过牙，岂不是成为怀疑对象了？
这就对了，凯特的方法仅仅是权宜之计，排除一部分人，另一部分人不会有生命危险，只是不能信任而已。最终，爱德华、桑德和助理都有嫌疑。凯特还想检查2位同乡，让人将他们带过来，谁知他那同乡已经逃走了。难道他们是怪物吗？出去抓人的一个大胆，一个胆小。大胆的名叫拉尔斯，他想在周围找找，却突然被埋伏没影了。胆小的不敢上前，直接跑了回去，声称怪物在外面，还抓走了拉尔斯。里面这群人一听，立刻剑拔弩张，发生内讧。这时忽然响起窗户被打破的声音，拿着火焰枪的彼得不淡定了，赶紧跑过去看情况。岂料驾驶员拿走了拉尔斯的火焰枪，两边各自用火枪对峙。爱德华还在旁边拱火，让彼得用火烧对方。这次轮到驾驶员大黑不淡定了，一枪将彼得爆头，他身上的火焰枪同时报废，并引起了巨大的爆炸。想查看彼得伤口的爱德华首当其冲，当场被创成重伤。有武器的驾驶员占据上风，但他们并不是怪物，命所有人去娱乐室集合，还将爱德华给拖了过去。爱德华的手臂莫名被扯断，断臂竟然长出蜘蛛爪，原来他也是怪物伪装的。意外爆炸让他原形毕露，众人见状赶紧上火焰枪，可惜这枪关键时刻失灵，以至于又有3人死亡。怪物还玩起了融合游戏，将爱德华和助理的身融在一起。怪形中的挪威焦尸就有了解释，为何焦尸是人却有2副面孔。等凯特修好火焰枪，怪物已经逃走了，他只能焚烧还没彻底变异的尸体，随后和剩余驾驶员卡尔合作，准备一起杀死怪物。这时桑德正躲在资料室，不出意外领了盒饭。凯特与卡尔赶来，只看到在墙上啪啪走的怪物触手，卡尔用斧头将它劈成2半，凯特随后用火烧死怪物触手，但资料室中已无桑德身影。2人分头找时，怪物从玻璃后冲出来攻击卡尔，好在他溜得比较快，不仅没受伤，还将怪物引到厨房。怪物四处寻找猎物，殊不知他也被凯特盯上，当场来了个欲火焚身。随后怪物冲向外面的雪地，却被紧随而至的凯特补刀。但还不待凯特松口气，成为怪物的桑德已经开着勘测车溜走了。卡尔认为他会在外面冻死，凯特却不怎么放心，带上汽油手榴弹和火焰枪出发。中途镜头给到卡尔的耳环，说明他还没有变异。卡尔还好心告诉凯特，拉尔斯并没有死。他们很快找到了桑德的勘测车，居然停在飞碟洞外面。2人连忙奔进去，里面却没有桑德的身影。然而在他们踏进去后，飞碟竟然启动了，脚下的冰层其实是巨大的叶扇。卡尔勉强站住脚，凯特则从扇子缝隙摔了下去，触发了主角光环的他啥事儿没有，还掉进了飞碟的动力控制室。不过怪物桑德已经盯上凯特，可惜他行动迟缓，偷袭没成功，智力也明显下降，光顾着摆 pose， 最后被凯特和卡尔用一个炸弹轰死了。飞碟的动力系统随即崩溃，存活的2人准备去其他科考站，但镜头给到了卡尔的耳朵，那里已经没有耳环了。凯特意识到卡尔也成了怪物，默不作声拿走火焰枪，将枪口对准了卡尔，送这位同乡一程。在熊熊燃烧的烈火中，凯特登上了怪物桑德的勘测车，他将去附近的科考站求助。不久后，一架飞机在挪威科考营落地，来人是拉尔斯的老朋友，可惜他来迟了，这里已经满目疮痍，外面躺着一具焦尸，里面坐着个割喉的尸体。侥幸存活的拉尔斯紧张地将枪口对准他，要他开飞机追杀一条雪橇犬。这一幕和怪形开头衔接上了，怪形前传的剧情也到此结束。由于编剧相同，2部剧的设定没有大变动，剧情上依旧走了人心猜忌的路子。但怪形前传是小说的扩写，导演还想追求商业片的成功，细节上失去了怪形的巧妙，比如人在转化成怪物时衣服会破碎，卡尔的衣服却没有碎，难道他在追杀桑德时还带了一套相同的备用衣服吗？看到狗棚出现大量血迹，后面知道怪物能伪装成人类，却没有寻找雪橇犬的行动，直接进入怪物自爆阶段。相比于怪形中隐忍的 BOSS， 前传中的怪物突然变得没什么智商了。不过作为一部怪物电影，特效还算可圈可点，至少脑洞很不错。好了，我的解说到这里也结束了，后续我还会解说类似的影片，想看的小伙伴记得点个关注哦。